我放弃一切陪丈夫移居港城3年，却连临时身份证都没办下。他的女助理却早已靠他落户港城，我气得当即就要回内地。媛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，沈毅？你被这大千万年薪引进，我放弃内地的一切陪你来这3年，整整3年。我到现在连一张临时身份证都没办下来，我像个黑户要躲在这里。可许真真呢？她只是你的助理，凭什么她就能先在港城落户？你有我养着，不急着要这些。你养着我？听话，落户都是正规流程，我现在身份敏感，得避嫌。避嫌？那我算什么？至于真真，她背井离乡跟着我赴港工作，先让她安定下来，是一个上司应该做的。我心头一软，终究还是放下了行李箱。你好，我想核验一下信息，办理相关家属业务。女士，系统显示您并非沈先生的配偶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他太太，这是我们的结婚证，我们一起来港城3年了。请您回去核实，系统里的记录很清楚，沈先生的配偶栏不是你的名字。没有身份，没有名分，原来从始至终，我连他的家属都算不上，又哪来的家属名额和工作安排？验证失败。没有走错啊。怎么了？门锁怎么换了？今天早上我出门时还好好的。哦，下午真真说她那边的门锁坏了，说用惯我们这个网购又来不及，我就把咱们这边的锁先拆下给她装上了。新锁是现买的，还没来得及录你的指纹。你先找个酒店住一晚，今晚我加班不回去了。许真真的锁坏了，所以把我们家的锁拆给她，让我这个女主人去住酒店。好，明明是我们的家，却录入了许真真一个外人的指纹。住一晚，单人间。女士，开一间房548一晚。家里甚至还专门给她留了房间。她用惯了那个门锁，我就应该去住酒店吗？女士，办好了。刚来港城时，沈毅给了我一张无限额的副卡。媛，以后在港城想买什么就买，别委屈自己。慢慢的，副卡就转交给了许真真。以后我身边这些衣服、腕表，还有办公室的东西，都让真真去买。她比你会买，懂得搭配。沈教授，这都是我作为助理应该做的职责。云恩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云恩，副卡先放真真那儿，以后我每个月往你卡里打2万块生活费，够你花了。他说他比我会买，眼光好，懂得搭配。他说他是在尽一个助理的职责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直到3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和沈毅2人世界。气氛正浓时，门铃响了。沈教授，今天是您的好日子，我特意采购的。这是你最爱用的，我贴心吧？是不是该表扬一下我？我从来不知道他喜欢哪一款，因为我们为了要个孩子，备孕以来基本没做过任何措施。学校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今天周末，学校还有事吗？一整天都不回来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我的专业太冷门了，几百份简历扔出去，
要么石沉大海，要么就是冷冰冰的一句拒绝。我从小成绩优秀，顺风顺水，从来没尝过这种滋味，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？那个，你能不能在浙大帮我问问，不是有那个家属名额吗？我想着，要是能安排个工作……你想工作的话，回头我问问。好。沈烨，上次说的工作……最近忙，过阵子再说。这一等就是3个月，可据我所知，许真真早早就在浙大入职了，行政岗，双休，待遇极好。她是正常招聘进去的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我信你。为什么同样投了简历的我，却连一点水花都没有呢？答案早就摆在眼前了，只是我不愿意看到罢了。所以，他帮他落了户，帮他安排了工作，可我没想到，最后他甚至还帮他把我家的门锁给换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买回京的票。喂，你让我查的那个，我托了关系，但也只能看到登记信息。港城那边太隐私了，具体资料实在调不出来。没事儿，查到什么算什么。沈一在港城登记在案的太太姓许，云晨，你还在吗？你还好吗？挺好的，谢谢你。女士，您的证件无法出票。为什么？系统显示，您在港逗留时间已超期。超期？您最近一次延期申请没通过吧？系统里没有您有效的逗留许可。3年，我在港城待了3年，竟然连一张有效的逗留许可都没有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先去入境处补办手续，交了罚款，拿到离境许可才能买票。下一个。原来我连合法待在这里都算不上。沈太太啊，找我有事呀？陈太，我想问一下，像我这种情况，延期申请一直没批是什么原因？我现在被告知逾期，需要交很大一笔罚款。哎呀，沈太太，您这个情况按理说不应该呀。您先生可是浙大的教授，家属随行的延期申请是很好批的。系统里显示，和您先生关联的妻子名额获批人是姓许的一位女士。沈先生也给您这边做了担保，但不是以妻子名额，走的是其他通道。不过最近1年那个担保通道也停了，所以您这边一直批不下来。了解了，谢谢您，陈太。原来当初以为的为爱奔赴，已经成了非法滞留了。解决方式只有一个，让你当初的担保人，也就是沈毅先生，提交一份声明。声明里要说明，是因为他未能及时通知你担保通道变更，导致你逾期滞留，并非主观故意。补缴罚款后，重新申请短期探亲签证，你才能合法离境。简单，只需要他签一个字。可我怎么开口？说既然你把妻子名额给了别人，现在帮我签个字让我走。沈毅还没有回来，大门依旧紧闭。我没再等，直接喊了开锁师傅。把一切打理好后，我去了一趟沈毅的学校。沈教授，这次的浙大艺术基金会驻留项目真的让我去吗？可是我的资历还不够吧？这个更适合云恩姐，她本来就是学这个的。艺术基金会驻留项目，我学的是艺术史，当年全国只招8个人，在内度毕业就是高薪。可来港城3年，简历石沉大海，我连场像样的展览都没看过。沈毅，你办不下家属工作，可连这种项目你也从未想过让我试试。没事，我已经打好招呼了。至于云恩，她有我养着就够了，不需要这些。再说以你的能力，要是遇到她当年的机会，也不会比她差。原来我的努力在他眼里不过是机会，原来我引以为傲的专业，随便谁都能不会比我差。云恩姐，您来找沈教授吗？但这一层是不允许携家人等逗留的哦，您要不先到楼下大堂等一等。
让开！云恩姐，真的不行，沈教授在忙。摔着没？没事没事，是我自己没站稳，不怪云恩姐，真的不怪她。真真也是公事公办，你推她做什么？入境处的声明需要你签字。什么声明啊？就为这事专门跑过来推人？云恩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懂事了？你要么签了，要么我现在就去找校长，当面问问他，G 大引进的人才家属名额是怎么批给助理的？沈云恩，适可而止。你别忘了是谁在养着你，没有我，你连港城都待不下去，哪儿也去不了。不要在这里闹事，先回去。求着我来港城时，他说我养你，现在他却说是我养的你。现在签了，还可以留一个体面。保安，送我太太出去，她有点不舒服。沈烨，晚上回去再说，不要任性。晚上再说，沈烨，晚上不用说了。云恩整天在家待着，要什么入境处声明？真是一点都不懂事。怎么连门都不锁？行了，家属名额那事儿，我之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。真真比你更需要，她背井离乡跟着我过来，我总得给人家个交代。云恩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别再闹了。不见了，全都不见了。有人进来过，一定是有人趁我加班进来过。沈先生，我们在屋里查看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翻找的痕迹。您确定是失窃？确定。我太太的证件、衣物，所有随身物品全都不见了。沈先生，这很奇怪。您客厅里的昂贵音响、书房的笔记本电脑，甚至玄关柜上的名贵红酒都完好无损。贼进屋只偷您太太的旧衣服，这就是最可疑的地方。那个贼显然很有针对性。那门窗呢？有被撬动的痕迹吗？而且我回来的时候门没锁，肯定是有人趁机进来过。沈先生，您刚才说门没锁，那您回来的时候门锁是完好的吗？完好的，只是虚掩着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进屋的不是贼，而是不可能？谁会这么大费周章的只搬走衣服？沈先生，我们调取监控需要时间，但根据经验，这种精准针对单一成员物品的失窃，通常有另一种解释。我说了是失窃，那个贼一定是在我换锁的空隙溜进去的。沈先生，我仔细查过了，这锁非常新，上面连一丝划痕都没有。既然门锁没坏，你说门没锁，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方有钥匙或者是录入过指纹的人。这锁是昨天我刚换的。昨天换的？昨天还没来得及给他录指纹。没录指纹？既然她是这家的女主人，您换了锁却不给她录指纹，那您太太平时怎么进门？我还没有说完，刚才那个锁可能是他进不了门，所以自己又找人换了锁。对，现在这个锁并不是我原来换给真真的那一个。沈先生，您的逻辑是，您太太因为进不了家门，既没有打电话向您求助，也没有留在原地等您下班回来，而是直接找了开锁师傅，把您新换的锁撬了，又自己装了一个。对，行，那请提供一下您太太的联系方式，我们现在联系她核实。关机，从刚才到现在一直关机。沈先生，请如实告知，您最后一次见您太太是什么时候？送我太太出去，她有点不舒服，不要让她在这里闹事。下午我出门前，她还在家。那除了您太太的证件、衣物，家里还丢了别的贵重物品吗？现金、首饰或者您的电脑？没有，一样都没少。就她的，全是她的。沈先生，根据目前的情况，我们初步判断，这可能不是一起失窃案。不是失窃，那是什么？
是您太太自己找人换了锁，然后收拾好所有东西，主动离开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走的，他绝对不会走的。沈先生，现场情况很明显，门窗完好，没有任何暴力破窗的痕迹，家里的贵重物品都在，唯独您太太的东西消失了。这意味着离开的人有充足的时间挑选和打包。你们不懂，我太太很爱我，她为了陪我来港城，连内地顶尖的专业前途都放弃了。她离了我就一无所有，在港城她连个落脚点都没有，她怎么可能自己走？她没地方去的。沈烨，在港城我只有你了。对，她只是在闹脾气，她那么爱我，怎么舍得走？沈先生，虽然您一直强调她离不开你，但一个成年女性带着所有行李消失，绝不会是心血来潮。我再问您最后一次，今天下午或者最近几天，您和您太太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言语冲突或者肢体争执？沈云安，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别忘了这3年是谁在港城养着你。没有我，你连在这呼吸的资格都没有。嫁出去，别让他在这丢人现眼。沈先生，有没有争执？没有，没有争执，我们感情一直很好。沈先生，真是不凑巧，保安室说大厦内部的监控系统今天下午刚好坏了，正在维修，什么都没录到。坏了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坏了？沈先生，我们会尝试去申请调取大厦外围以及街口的市政监控。另外，建议您现在立刻联系一下您太太的亲友、闺蜜或者这边的亲戚，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。有时候离家出走，也就是去朋友那儿散散心。好，我联系。亲友？他在港城哪来的亲友？沈烨，我想去参加一个同乡会，多认识几个人。这些社交没意义，你不需要那些，有我就够了，有我就够了。他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女婿，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呀？是不是云恩又在哪掏刺，让你代劳啦？妈，妈，云恩他今天有没有联系过你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，小沈？这还没到周末呢，你们平时不都是周六才打视频过来吗？哦，没什么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云恩那孩子脾气倔，要是他惹你生气，没有妈，真没事。他刚才出门急，手机丢在我车上了。我是想问问他有没有用别的电话给您报平安，既然没打，那我就先挂了。大学室友没有，最要好的闺蜜没有，以前的同事全都没有。怎么会一个都没有？沈烨，我闺蜜下个月在京里结婚，她说希望我能当伴娘，我想回去一趟。下个月我有2个国际会议，回内地还要办手续，来回折腾什么？礼金到了就行，别去了。下周有个同学聚会，好多年没见了，大家都想见见我，我想去。云恩，你现在在港城没有工作，回去跟那帮搞事业的同学聊什么，只会让自己难堪，还是别去了，省得受累。沈烨，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，老是咳嗽，我想回去看看她，就住3天行吗？妈，那是老毛病了，有医生看着。你回去除了添乱还能干什么？听话，等我忙完这阵子陪你回去。别去了，来回折腾。接电话，沈云，你给我接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该已关机。死，又是关机。沈烨，导师说内地的那个研究所还在等我，如果我这次回去，还有机会带项目。云恩，港城这边我的事业才刚起步，你回去了，谁来照顾家里？导师那边我帮你推了，听话，别折腾了。好。他当初哪里是听话，他是看穿了我根本不想陪他回去，看穿了我在逼他放弃，为了跟我来港城，你连导师的推荐都不要了，你的圈子，你的朋友，你原本可以拥有的一切，都被我弄丢了。这3年，他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，从来没喊过一句后悔。我以为你是心甘情愿留在我身边的，我以为你是愿意为了我牺牲那些前途的，我以为
云恩，是你吗？沈先生，这里是警署，关于您报案的失窃事件，我们有了进展。我们调取了大厦外围市政监控，画面显示，今天下午5点03分，您太太独自一人拖着2个巨大的行李箱离开大门。她步履从容，甚至还自己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全程没有任何被外人尾随或者强迫的迹象。沈先生，听得见吗？目前来看，她是自行离开的。自行离开？他真的走了？那是3年前。沈夜，到了港城那种陌生的地方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吧？会。那我信。信了我整整3年，你信了我3年，而我这3年都给了你什么？沈教授，这个包我特别喜欢，配我那天买的裙子正好，您说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想要就买吧。想要就买，他没客气，我也真大方。超市买菜89元，交电费420元，修水龙头150元，2万块。我一个月只给他2万块生活费，还要负责这一家人的柴米油盐。我以为那2万块够花，仅仅是够花而已。可他从来没管我要过别的。入境处的声明需要你签字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竟然连看都没看一眼。沈教授，这都快午夜了，打电话过来是有什么急事吗？陈太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，我想问问云恩，就是我太太，她今天有没有联系过你？或者最近她有没有去过你那里？之前沈太太的确来找过我。她找你干什么？是为了工作还是？她问的是落户的事。沈教授，沈太太最近找我问的是延期申请补办手续的事，她详细咨询了要怎么补缴罚款、拿离境许可。沈教授，她是想问怎么才能彻底离开港城。离港？所以他今天拿着那几张纸来办公室，根本不是在求我留下他，而是为了让我签字，让他能合法的走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您还在听吗？我在。还有件事，虽然是您的私事，但我觉得应该告诉您。沈太太那天问我的时候，专门提到了那张结婚证。她好像已经知道那个结婚证是假的了。她知道？是的，她什么都清楚，所以她后来才没再问过您关于走夫妻屯聚通道当宝的事。她知道？她竟然早就知道了。为了一个假的家，她忍了3年。她看我演戏看了3年。她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说？沈教授，刚才那个包包好漂亮呀，可我觉得还得配一套好看的衣服才行，您说呢？配衣服，10万块的包还要配几十万的衣服，理直气壮，原来是我亲手给了他公款私用的底气。这张卡你拿着，以后我出席活动、应酬还有办公室的开销，你看着办。沈教授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我只是个助理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是我的门面，不能穿得太寒碜，给我的脸。沈教授，我给自己置办了几身行头，都是为了配得上您的身份。您看，我是不是特别为您着想？不错，还是你懂事，知道给我长脸。懂事，长脸。许真真第一笔钱就是给自己置办行事，我夸她懂事。可我的妻子呢？这3年，我到底给了她什么？我让她放弃了事业，
放弃了朋友，放弃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一切，只为了陪我来这儿。结果我给了他什么？一个假的结婚证，一个永远批不下来的身份，甚至让他成了非法逗留。而我这个当丈夫的，竟然把这些事儿忘得一干二净。沈教授，我刚才看中了一套职业装，明天跟您去开会穿，一定很得体。我竟然为了别的女人在港城立足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先生，你坐在这儿1个晚上了，要是找人去服务台查查吧。我在等我太太回家。沈先生，查到了，全港离境记录库里没有发现沈云恩女士的离境信息。没有？你确定？她没有回内地？确定。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，沈女士没有通过任何口岸离开港城。没有离境记录，她还在港城，她没走。她肯定只是躲起来了。对，她没钱没身份，能跑哪儿去？她只是在跟我赌气，她在伤心。只要人还在，我就能找到。只要找到，我就能解释那个结婚证是误会，名额也是暂时的。只要解释清楚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沈教授，这天还没亮透呢，您怎么又……陈太，是我，沈毅，想请您帮忙咨询点事儿。陈太，云恩的身份证，我必须立刻帮他办下来。最快的办法是什么？需要我做什么？只要能办成，我什么都可以配合。沈先生，您在港城也待了3年了，这些政策您不是一直都知道吗？最快最稳妥的方法，如果是您的合法家属，走优才家属随息，最多几个月就能下证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陈太，那个结婚证的事儿，我想跟您解释一下。几年前，在我准备入职暨大之前，有人专门帮我打听过，说是在人才引进期间，如果填报已婚，背景调查会非常繁琐，甚至会影响审批进度。所以我就想，最好先以身份入职，等到了港城，等我这边稳定下来了，再慢慢补办家属手续也不迟。那时我岳母身体一直不好，老人家没别的愿望，就想看着我们早点成家。我当时没法子，为了安老人的心，我就拿了2个假证，先哄哄老人家。胡说，沈先生，你也是高级知分子，哪有这种说法？谁跟您提的这种滑稽建议？是我的助理。3年前我还没入职的时候，他专门找人帮我打听过，说这是内部消息，一般人不知道这门路。沈先生，我在港城做了15年移民顾问，大大小小的人传人进案子接手过几千个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港城的人才引进计划里有这种荒唐规定。不可能，真真说他找的是熟人。您入职暨大走的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，这个计划从3年前到今天打分标准一直公开透明，它从来不限制申请人是否已婚。恰恰相反，沈先生，如果您当时带了像沈太太这样高学历的配偶随行，在优才评估中反而是加分项。沈先生，在港城的入境政策里从来没有什么单身最好的说法。您入职那年，暨大千万年薪引进的可不止您一位，我手里就经办过好几个同级别的教授，人家都是拖家带口过来的。人家的家属名额都是正常审批，最快的3个月就办下来了。您太太这3年到底是怎么过去的？您真的心里有数吗？沈教授，这份表格里的婚姻状况，我建议您最好先填单身。您不知道，现在这种引进背调非常麻烦，要是填了已婚，入境处会查个底儿雕，审批周期能拖大半年，万一影响了您的年薪定额，那可就因小失大了。听我的，先别填，等咱们到了港城，您站稳了脚跟，手里有了实权，再慢慢办家属的事儿。咱们都在一处待着，迟个几个月补办，不耽误。不耽误，不耽误。沈先生，这种骗小孩子的借口，您竟然信了3年。我向来只钻研学术，学校和行政上的那些琐事，我一直都是交给真真处理的。我没理由不信任他。为了安抚云恩久病的母亲，我甚至听了他的建议，拿了2个假证回去哄老人，想着等我在港城彻底扎了根就去补办。结果呢？您这一等，就是让太太当了3年的黑户。后来学校事情多，一来二去被干扰了，我总觉得那是早晚的事儿，不差这1天2天。沈教授，机票我订好了，人家可是为了您才决定背井离乡去港城的。到了那边，您可得对我负责啊。好，知道你辛苦，少不了你的。沈教授，我真的很希望能在这儿落户，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跟着您一直奋斗下去。我现在这样，总觉得没个根。云恩那反正也不急，她有我养着，有没有名分在港城都能生活。真真一个姑娘家，背井离乡不容易，既然一张结婚证就能解决她的落户和工作，那就先帮她一把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名额给你。她拿着那个本该属于云恩的名额，落了户，有了暨大的正式工作，甚至手里还刷着我给云恩的无限额副卡。而云恩呢？这3年，她到底得到了什么？
沈先生，沈先生，听了半天，您嘴里那个帮您打听门路的助理，就是那位总跟在您身边的许小姐吧？您这书怕是全读进死胡同里去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喂，我是沈毅。沈教授，请您今天下午3点准时来一趟校务处，校方有些非常严重的情况，需要您当面做出说明。说明？说明什么？我下午还有课。关于您的人事档案以及您为家属提交的担保材料，有人向校方提交了举报材料。沈教授，这件事性质非常恶劣，请您务必准时。沈教授，这2份材料，请您仔细核对一下，上面的身份证件号、签字是否为您本人？您确认吗？沈教授，不说话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根据港城法律，在已有合法婚姻的情况下再次登记，重婚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。校方就在刚刚已经正式收到了入境处的协查通知。协查通知？是的，入境怀疑处您涉嫌通过虚假婚姻骗取人才而引诉的家属配额。沈教授，如果您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这已经不仅仅是学术声誉的问题了。沈教授，除了重婚的指控，关于您当年入职时提交的那份单身状况声明，您也需要做出解释。为什么在内度已有婚姻的情况下，要对校方隐瞒？我当时解释不出来。沈教授，您是学术天才，难道连基本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常识都没有吗？沈教授，现在由我们接手。沈教授，您作为高级知识分子，难道真的不知道作假证是刑事违法？难道您不知道同时拥有2段婚姻，在港城属于重婚罪？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。不知道？你审批过无数复杂的学术项目，却在婚姻法律上说不知道。我只是没去想过，我只是觉得这些琐事不值得浪费精力去想。于恩在厨房里等了3年，等我回家吃饭，等我从那些懒得想的自私里，哪怕分出一点点心思给他。沈教授，根据校务处决定，即刻起暂停您在 G 大所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。万年薪引进的高端人才，原来是个重婚犯，真是开了眼了。听说连助理都娶了，对自己老婆倒是狠心，让人家非法对留3年。配合调查期间薪资停发，请交出您的实验室钥匙和办公室门卡。沈教授，我的工作也被停了。刚才艺术基金会那边打电话来说，驻留项目的名额被取消了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那是你好不容易帮我争取的。云恩姐要是知道这件事闹得这么大，她肯定也会过意不去的。这件外套是上周新买的，价值3万，那是昨晚刚刷的卡，10.38万。连这支口红都是云恩从来舍不得买的顶级牌子。沈毅，要不还是别买了，家里下个月还要交物业费和保险费，我不缺项链。随你，不买就走吧。云恩总是害怕向我伸手，他连一条2000块的项链都要犹豫半晌。沈教授，我这些都是为了出席活动，不给您丢脸。副卡，还回来。沈教授，您在说什么啊？我说，把副卡还回来。那张卡原本就是我给云恩的，是我当时鬼迷了心窍才让它落到你手里，那是他的东西，不是给你的。沈教授，您不能这么绝情！我跟了您3年，这3年我为您挡了多少琐事，
我没日没夜的帮您处理行政、处理档案，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您。你跟着我3年，是拿着高薪住着高档公寓落了港城户口的3年，而云恩呢？他等了我3年，你的3年是处心积虑，他的3年是死心塌地。乔乔，原来是助理上位失败，真够不要脸的。我现在才明白，3年前你故意劝我和云恩不要领证，说什么背景调查麻烦，说什么人才语气有潜规则。其实从那时候开始，你就已经在为今天铺路了。你想抢走属于他的一切，对吗？这不是问句，而是血淋淋的真相。沈教授，我只是想留下来。你想留下来，就因为你想留下来，所以云恩就得走。就因为你要站稳脚跟，他这3年的付出就活该被你踩在脚下。荒谬，简直太荒谬了！我竟然等到现在才察觉不对劲，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沈烨，是你亲手把我推到这个位置的，现在想甩掉我，没门儿。沈先生，我的当事人许小姐不接受解除配偶关系，除非您支付3000万港元的赔偿，并向校方申请恢复她的行政职位。不可能。另外，许小姐要求您在媒体上公开承认，你们是自由恋爱后在港合法结婚的，以此洗清她的名声。她这3年在港城有体面的工作，有落户的身份，还刷着我的副卡挥霍了不知多少万，我不会承认的。许小姐，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，如果您坚持不退让，沈先生会提起刑事自诉，到时候就不是赔偿，而是坐牢。许女士，根据法院判决，您需归还沈先生名下副卡非法消费的所有款项，并立即执行。瞧，就是那个勾引老板还想霸占人家原配位置的助理，名声都臭大街了。你听说了吗？暨大那个千万年薪引进的沈教授彻底栽了。能不听说吗？那个号称背井离乡跟着老板去港城奋斗的助理许真真，现在可是咱们圈里的头号笑柄。可不是嘛，口口声声为了事业，结果是偷人家原配的身份，刷人家的副卡，最后被法院判了还款，名声臭的连内地都没公司敢要他，灰溜溜的回老家躲着了。这就是报应，偷来的东西迟早要还的。阿姨，麻烦问下，沈云恩她回来了吗？你是谁啊？云恩打从3年前跟你去了港城，就再没回来过。不可能，她没去别的地方，她一定是回来了。回来？他妈病重的时候她都没回来，大家背地里都说她去港城享福忘了本。现在你又来找人？她没回来过？没回，都没见过她。云恩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喂，那一区的，谁让你在这待着的？冷气还是那么足，椅子还是那把椅子，只是再没那个人站在那里等我了。沈老师，这1年来您总憋在那小屋里也不是个事儿，今天我这画廊参展，您就当给我个面子，过来散散心，顺便给指导指导。指导？我现在连教书的资格都没了，还指导什么？老师，那些事儿都过去了，您这眼光还在呢。您先随便看看，我去那边接待个大藏珠，一会儿咱们再聊。王总，这边请。云恩，那个笑，这种毫无负担、打从心底里透出来的笑，我整整3年没见过了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慢点儿。云恩，你是云恩，我要走到你面前，我要告诉你。告诉他什么？告诉他我这1年找他找得快疯了。告诉他那个结婚证我从来没想过是假的，我只是太忙、太蠢、太自私。云安！
沈小姐，这位先生是？没有恨，没有惊讶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在他眼里，竟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情绪都不配拥有的陌生人。约安，跟我回去。先生，公众场合，您要对我太太做什么？太太？什么太太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才是她的丈夫！没事，我来处理。云，那男的是谁啊？怎么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冲着霍太太喊什么？谁知道呢？瞧那身打扮，跟这画展一点都不搭。沈先生，有事？沈先生，他竟然叫我沈先生。云，这一年，我找你找得快疯了。那个结婚证的事儿，我可以解释都是许真真骗我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是假的，我只是太忙了。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沈先生，已经1年了，这1年，我和我先生过得很好。你当年让我等了3年，等一张纸，等一个名分，可他连3天都没让我等。沈先生，你大概忘了，刚离开你的时候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那时我没钱，没人脉，甚至因为你给我的非法身份未能离港。为了买一张回京的车票，我拼了命的去做兼职，还要随时躲避查证，只为凑足那一笔本该由你负责的罚款。云恩，我不知道你当时那么难。你当然不知道，你只知道你的课题，你的名利。在我最狼狈的时候，这位霍先生可以在展馆里站半个小时，只为问我那幅画的策展理念。你给不了我的，他一样样补给我。身份、尊重，还有我做回自己的机会。虽然这场婚姻只是一场交易，他需要家人打理基金会，我需要合法身份和工作，但至少这一切都是真的、实的，好过跟你那虚假的3年，连结婚证都是你跟别人合起伙来骗我的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云恩，别过来。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妻子，是那个曾经为我奋尽一切的姑娘。这人怎么回事？云儿！云儿，你不能走！你不能就这么丢下我！我找了你整整1年，港城的大街小巷我跑遍了，内地你老家的村子，我在那儿跪了3天3夜，你妈甚至连大门都不让我进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季大开除了我，重婚罪已经立案调查。许真真，她不仅卷走了我所有的钱，还在调查组面前反咬我诈骗。云恩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只剩你了。沈烨，你现在的惨状是你活该。我比你现在惨1万倍的时候，你在陪许真真逛中环，买那只10万块的包；我在入境处被骂非法渡流，哭到全身发抖的时候，你在办公室里端着咖啡夸许真真懂事。10万块的包给助理，让老婆非法渡流，这男的真不是东西。我最后被你叫保安嫁出学校，像垃圾一样扔在街头的时候，你正弯腰扶着假装摔倒的许真真，在怪我这个正直太太不懂事。云，那是因为我那时候被许真真骗了，我是无辜的。别用你的脏手碰她。我真的不知道人才引进没有单身限制，是许真真骗我。她说填了已婚会影响入职审批，我才办了假证去哄你妈的。我没想骗你，云安，云安，我真的没想骗你一辈子。没想骗我一辈子，沈烨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3年里我问过你多少次结婚证的事？我问你为什么家属名额批不下来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
你有我养着，不急。我问你为什么许真真能落户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上司照顾下属应该的。甚至当我发现门锁被你拆给他，你让我去住548块一晚的快捷酒店时，你还在电话里骗我说今晚加班不回去了。我那是……你每一次敷衍，每一次偏袒，每一次把他放在我前面，都是在骗我。沈一，你骗我的每一分钟，都让我觉得这3年的人生脏得恶心。我放弃全国仅招8人的艺术史专业，放弃导师给我的留京名额，放弃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，跟着你到港城。我以为我嫁给了爱情，结果我嫁给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嫁给了3年无身份、无尊严、无未来的囚禁。我错了，云，我真的错了。你罚我，你打我，你让我坐牢都可以。我把我现在只剩的房子、存款全都给你。我去注销和许真真的假婚姻，我现在就去入境处给你赔罪，给你办合法身份。你回来好不好？这男的早干嘛去了？把老婆逼成黑户，现在说给办身份。回来，回到那个没有我指纹的家门，回到那个连合法配偶都不算的身份里，回到那个每月只给我2万块，还要我精打细算柴米油盐，你却给许姬无限额付卡的日子。沈一，你记不记得3周年纪念日，我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点了烛光，想和你好好过。结果许真真敲开门，当着我的面递给你一盒，笑着说：“沈教授，你总说这是你最爱用的。”我站在旁边，像个外人，像个笑话。沈烨，我从来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，因为我们为了要孩子，从来没做过错事。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怎么过的吗？我坐在餐桌前，菜凉了，烛灭了，我坐了整整1夜。我看着窗外的港城夜景，第一次觉得我为你放弃的一切，全都为了狗。我忘了，我真的忘了那件事。我那时候被工作冲昏了头，我以为他只是助理本分，我没想到会伤你这么深。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。你没想到我高高兴兴去办业务，却被告知在系统里我根本不是你的配偶。你没想到我托朋友查，发现你那所谓的合法登记妻子竟然是许真真。你更没想到我因为延期申请被拒，成了你口中不值一提的非法地流，每天东躲闲藏，背负着你亲手留给我的巨额罚款。为了凑齐那笔罚款，我一个人打3份兼职，在画廊擦地板，去街头给人画胶像。我饿到晕在路边，被路人嫌弃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在温柔乡里哄着你的许助理。你更没想到，我曾经绝望地站在天台边上，差一点就跳了下去。你去过天台？是，那时候我觉得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，没有事业，没有身份，没有爱人，连家都不是我的。我在天台吹了半个小时的风，想起了我在内地拿奖的样子，想起了我爸妈送我上飞机时的叮嘱，我才告诉自己，不能为了你这种人毁了自己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沈先生，你知道云恩跟着我这1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我给他合法的身份，给他艺术基金会的决策权，给他办个人画展，让他做回当年那个光芒万成的艺术史学者。你让他等了3年，等一个假的婚姻，等一个不存在的身份，等一个永远不会偏心他的你，而我连3分钟都舍不得让他等。云安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这一次，我用余生弥补你，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。我发誓再也不会看许真真一眼，我眼里只有你，好不好？云安，你答应我。不好，沈烨，我曾经爱你入骨，如今我嫌你恶心，我嫌你拎不清轻重，嫌你偏心眼，我嫌你把我3年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嫌你亲手毁掉我所有的期待，我更嫌你让我那3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。你知道我看到你和许真真的结婚证时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我当年放弃一切奔赴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为了你背井离乡，众叛亲离，最后换来的却是你和别人的合法婚姻，是我连留在港城都不合法。这男的真是个畜生，居然让人家女孩子受这种罪。可不是，这种人还求什么原谅？换我早一刀捅过去了。我不配得到他的爱，我配不上他的奔赴，配不上他的付出，更配不上他回头。沈烨，我们之间早就清了，用我3年的炼狱换你1辈子的悔恨，我觉得这笔账很公平。从此
你我死生不复相见。哎呀，怎么流这么多血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挡路。先生，看完了就赶紧离开，别在这儿影响秩序。被告人沈毅，重婚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执行。我曾经有过年薪千万，有过全港城的尊宠，有过全世界最好的姑娘。如今，天天在这站，怕不是我守着这一窗照不进我世界的灯光，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穷困潦倒。沈毅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吧？会，我当时说会，可我食言了。离港的不是你，是我自己的爱情，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光。